你好，这是三驱兄弟。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3年3到50个价位段值得购买的汽车推荐。我会认真从购买者角度对比不同车型的优劣，和每款车里最推荐购买性价比最高车型。不同车的推荐时间表已经列在视频下方了，且推荐理由、各种参数我都会以 PPT 的方式在视频中呈现。做这个系列是因为身边后台私信会有朋友问我，预算30万、预算50万都应该买什么车？想到一些观众可能也有同样的诉求，索性做一期完整的推荐视频。当然，即使当下还没有预算的朋友也可以收藏这期视频，以后一定用得上的。梦想肯定是要有的，不过这期视频工作量很大，我跟剪辑同事加班加点做了1周才弄出来，这次是真的很累。所以本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记得关注3连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数据好，我也会继续把这个系列做下去。好，废话少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首先，纯家用的话，那就绕不开理想全家桶。截止今年8月，理想月销量已经达到34912台，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、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都出自理想，但实际上冰箱只有 L9 才有。L7、L8、L9 从驾驶体验来说是没有太大区别的，底盘调教过于舒适，宛如开船一般，刹车点头也算是不少理想的通病了。它们三者主要还是尺寸和用料上的区别。L7 会比 L8 矮50毫米 ，L9 又会比 L8 长138毫米。L7 为5座车型 ，L8、L9 则为6座车型，但第3排也仅仅是能坐而已。在具体的版本划分上，都以 Air、Pro、Max 进行区分。L9 没有 Air 版本，相比于别的品牌言简意赅。Air 和 Pro 最大的区别在于 Pro 用的是理想魔毯空气悬架，可有80毫米的高低范围调节。Air 用的是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。Pro 和 Max 的区别在于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上，多了一块8155芯片，以及舱内传感器从 IR 变成了 IR 加 3D TOF。在智能驾驶上，将地平线增程5芯片换成了2块英伟达 Orin X， 而且多了128线激光雷达，以及所有的感知摄像头都换成了800万像素，而且差价都在2万元。L8 和 L9 最大的区别，除了那个可以放快乐水的冰箱以外，1.2排的腰部按摩升级成了1.2排的 SPA 级10点按摩，2排右侧座椅多了一个4项电动腿托，所有屏幕从 LCD 升级成了 OLED。在其他配件上，比如 L7、L8、L 的动力电池分别由新旺达与蜂巢代工，其他配置则是来自宁德时代，不过参数和质保都是一样的。在这3款车型的选择上，如果是3口之家的话，我更加推荐 L7 Pro； 如果是4口或者5口之家的话，我更加推荐 L8 Pro。要是对后排空间和舒适度有一定要求，那就无脑选择 L9 就可以了，因为 L9 相比 L8 的2排腿部空间多了50毫米，当然具体选哪个版本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做决定。截止今年8月 ，GLC 月销量为12509台，300L 的车型我觉得有些极限，这个价格可以选择的车型只有 260L 动感型和豪华型，这其中又分为5座和7座的版本。这也是 GLC 首次引入7座版，在外观上，动感型的中网是2幅式网格造型，我更加倾向于家用。如果是有商务接待需求的，我更加推荐豪华性5座版本，因为单幅式星空造型相比更加好看和圆润一些，以及5座版没有7座版那么尴尬。除此之外，豪华型增加了运动外观套件，加强了运动豪华 SUV 的身份，并且在标配 10.25 英寸触摸屏基础上，还增加了 GPS 导航、路况信息显示以及语音识别控制导航功能，大大提升了实用性。但是语音识别这块别抱太大希望，和当下主流新能源还是有差距的。额外支持选装 HUD 抬头数字显示功能，进一步提升了安全性。内饰上，2023款车型的内饰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奔驰用了与新 CG 一样的双大屏，替换掉了2022款车型中小中控屏，整体来说变得更年轻个性了。有车主反馈说，这台车的转向灯手感、原厂音响比较差，属于听得响。主副驾驶放脚的位置有线材裸露，冷车启动时发动机噪音较大，低速换挡、紧急刹车时会出现顿挫感，减震不是特别的软，且底盘较硬，经过减速带时会出现颠簸感，跑高速有胎噪。不过因为配备了48伏轻混，启停的感受不错。总的来说，当下 BBA 的重心已经不在燃油车上了。如果从产品力的角度来说，确实没法给到太多惊喜，但确实也是这个价位绕不开的选择之一。第3，奥迪 Q5L 8月销量11804台，这个价位基本全系可选。40T 和45T 主要的区别在于发动机性能，从190匹增加到了245匹。时尚雅致型不推荐购买，究极该中该，只标配了 L0 级别自动驾驶、仿皮、单色氛围灯这几个功能，其他的都需要选配，深得保时捷真传。当然，时尚动感也没好到哪去，只多了一个外观套件以及运动座椅，主副驾腿托
调节。真正的性价比款，我觉得还是冰雪运动版，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车道偏离预警、自动泊车入位、方向盘加热、前排座椅加热、自动防眩目的内外后视镜以及手机 APP 控制等功能，但是指导价只贵了不到3万块，而且相比于2个 4.0 的豪华版来说，就贵了1000块，多了自动泊车入位、方向盘加热以及3颗激光雷达，而这一些随便哪个选配都不止1000元了，选谁不用我说了吧？奥迪 QVL 的顶配车型甄选动感型，座椅升级成了 Napa 真皮，毫米波雷达升级成了3个等等，将驾驶体验进一步拉高。但是有车主反馈说，内饰一般，新车异味比较重，后排座椅靠背太直，坐久了非常不舒服，不太适合长途驾驶。后排腿部空间足够，但是因为过道凸起，所以4个人刚刚好，5个人就有些勉强了，并且奥迪系统不太好登录，中控储物空间太小，连手机都不太好放。第4，宝马 X3 8月销量9816辆，在这个价位，2023款的领先和尊享都可以随便选，二者动力一致，但相比于上一代，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从252马力下调至245马力，算是一点阉割。差异主要在于尊享型标配了很多领先型需要选装的配置，比如主动安全预警系统、并线辅助、主动 DMS 疲劳检测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HUD 手机无线充电等等功能。我觉得最大差距还是尊享型的自动驾驶为 L2， 领先为 L0 级别。正所谓坐奔驰开宝马，宝马因为主打的是运动风格，所以在驾驶体验中基本属于第一梯队的存在，但同样也是因为运动，所以 X3 的前后排座椅偏硬，底盘也偏硬，在颠簸落面的时候过滤的不会太好，长时间驾驶的话会比较累，并且在低速刹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异响，以及低速换挡会有顿挫感。前排的视野不错，但后排的空间一般，对于正常的家庭使用来说还行，不过后备箱空间还是很大很能装的，音响是哈曼卡顿的，如果不是发烧友或者对这块有特别高的要求，还是完全够用的。宝马 X3 的方向盘尺寸更粗壮，抓握感很不错，不过对于女生来说可能会有些重，转弯时车身状态稳定，不会出现大幅倾斜，悬架支撑很到位。不过宝马的无线 CarPlay 的稳定性还有待提升，另外在智能驾驶辅助这块也是差了一些。总的来说，我会更加推荐尊享，在指导价的前提下只贵了 4.3万左右，请大家以实际为准，但是却会多了很多安全和实用配置，我觉得对开车的体验幅度提升还是蛮高的。第5，蔚来 ES6 也是为数不多在这个价位月销突破5000台的纯电车，8月销量8601辆。它的车身设计非常的大胆和张扬，极具冲击力，前排座椅相对较窄，而后排座椅更为宽敞，且舒适度不错，开起来操控指向感很强，让人有驾驶冲动感，而且座椅很软。ES6 分为75千瓦时和100千瓦时2个版本，二者除了续航不一样，其他的配置基本一致。实际可以选择的配置不多，大多是座椅通风、按摩、加热这种舒适型配置，各种安全配置像是主动刹车、疲劳驾驶提醒、前方碰撞预警这种都是标配。如果不太想买电池，可以选择直接省去电池的钱，但是需要每月支付980元或1680元，一般来说不太推荐。实际续航水平就车主反馈来看，大概是打7折左右。如果晚上开守卫模式，也会用掉10几公里的续航。不过如果你在1线城市的话，未来的换电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焦虑。主驾的座椅貌似有些不太贴合，长时间开不太舒服。未来这个品牌的特点是卖的不仅仅是车，更是一种海底捞级别的服务。未来会组建运营社群，在城市核心地段开设 New House， 供车主使用。第6，沃尔沃 XC60 8月销量6108台，也是沃尔沃车型中的销冠了。在30到50万这个价位，2024款4个配置基本随便选了，就算是入门版的智逸豪华版，在配饰方面依然是十分厚道，特别是在沃尔沃主打的安全方面的配置，膝部气囊、全车安全带提醒、刹车辅助、车道偏离预警、主动刹车、道路救援呼叫等等。内饰方面同样也不含糊，全景天窗、多层隔音玻璃、真皮多功能方向盘、手动防眩目内后视镜等等。如果没有太高的要求，其实这台车日常使用是完全够的。不过这个版本无法选配沃尔沃的灵魂宝华尾件，需要致远豪华版才行。致远豪华版的价格贵上了 2.9万元，多出了前排手机无线充电、前排座椅加热、主副驾电动座椅记忆，以及座椅提供仿皮加真皮的组合，在豪华感和舒适度上会有所提升。致远运动版和致远豪华版价格相同，最大的区别在于提供了运动外观套件、运动风格的座椅。峡湾版本的话升级就不太明显了，在配置上致远运动版没有太大区别，但是价格却贵了 3.3万。整体来说，沃尔沃新车的内饰没有异味，但是 XC60 的轴距有2864毫米，但后排空间比较紧凑，如果可以增加一些后排空间就完美了。在高速行驶时的路噪以及车辆启动时的噪音偏大，车机不太稳定，和当下主流差的有些多，不支持无线连接 CarPlay， 反应迟钝， APP 也经常连不上，远程启动不好用，而且中控屏有些小，低配版本还需要花费8000块去开通车载导航系统，以及自动启停逻辑有问题。视频的最后，如果让我选择纯家用车的话，我会优先在理想、沃尔沃中选择，一个主打合家欢乐，一个主打安全，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。如果偶尔会有商务接待去见见客户之类的，还是建议在 BBA 中选择，这3台车开出去面子都不会差。如果在1线城市通勤代步的话，我还是推荐蔚来，
一个是电车用车成本低，第二个是可以没事就去 New House 坐坐，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当然各位还请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准，满足自己需求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本期视频还有不懂的地方，或者想要交流车的，都可以看评论区置顶，跟博主直接沟通，我还是很乐于交流的。今天的汽车种草主要是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推荐，未必适合每位车友。每个人买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实际使用场景和诉求挑选。如果你身边没有太懂车的朋友，不妨可以通过绿泡泡好友的方式直接跟我沟通。好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或者有聊到你新的汽车型号，不妨给我个关注和3连。如果视频数据好，这个系列我也会一直做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